这是对，这是什么所在？这个所在是一个所在吗？相信真侪台湾人拢无听过这个欧洲的国家。这个所在出产邮票，今晚看到伊的地标列支敦士登。这一台车呢，也就是来到列支敦士登，你一定会拍摄的一个小火车哦。你打开地图看一下，不太容易看得到哈。列支敦士登没特别跟你讲哦。左边是瑞士，右边是奥地利。这个国家，它是一个国家哦，它的国土面积呢，一点点比金门较大鸟。等于是台北市靠着阳明山的大小啊。他们家呢，凊彩呢哈。在列士敦士登，人家开玩笑说，他们家踢卡球呢，一脚一踢哈，那个足球呢，不小心就飞到了瑞士去哈。实际上绕一圈呢是没有那么夸张的。来到这边呢，你知道吗？其实你又攻下了一座国家哈。列支敦士登世界上唯二的双重内陆国哈。所谓的双重内陆国呢，指的是呢，伊无靠海国家，没有靠海的国家。没有被海包围的国家，全世界有2个地方哦，一个是列支敦士登，一个是乌兹别克哦，符合这个资格。伊嘛是欧洲第4个省这个国家，欧洲有几个省的国家哦，几个你敢知哦？这个意大利的哪里？梵蒂冈，还有哪里？摩纳哥哦，伫南法的所在，还有一个圣马力诺。那你不会也不认识那3个国家吧？很正常啦哈，连我自己以前也不太认识呢。那梵蒂冈是意大利教堂哦，台湾唯一的邦交国，教宗的所在哈。那蒙地卡罗在南法的这个摩纳哥哦，在法国尼斯附近啦哈。然后还有一个圣马力诺，嘿嘿，圣马力诺也是意大利的内陆小国哦，这里的我们知啊哈。这3个国家都只有一个邻国，而瑞士敦士登呢，它多了一个邻国哦。来到列支敦士登呢，你除了一般观光行程之外呢，当然我们也尽量的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多认识这个国家。以加这所在，后面拢高水数来管理，但是呢，列支敦士登跟水数还真的不太一样哦。那当然，列支敦士登还是有很多，包括哦，它虽然给瑞士的管理，但是呢。瑞士的邮政巴士呢，连接瑞士跟列支敦士登，但实际上呢，它跟瑞士的邮政巴士长得不太一样，而且它这里都会有这种小火车啊，这也是列支敦士登城市街景的特色哦。内陆国家大部分真侪人拢讲会真善家，都会比靠海洋的国家还要贫穷。从自然条件上来看，的确哈，像尼泊尔、不丹等等哈，但是呢，这个列支敦士登它很厉害哈。它成为这一个在欧洲来讲呢，算是收入非常高的城市水准也很高的一个国家。那这个地方呢，它发展经济呢非常的发达它发展了世界上很有名的邮票，发展邮票生产跟旅游业，它是这一个国家的重要支柱，而且它也大力发展钢铁工业，成为举世闻名的这一个国家。所以来到这个所在呢，就变成了什么样？变成很多人呢，来到这边呢，会来到这个像邮便所一样的地方呢，等着的因啊，代表你来过这个国家，因为你要集这个章啊，集列支敦士登的章啊，不太容易哈。包括上海的，包括这个所在生产的邮票，也是在世界这个集邮者上面呢，非常非常这个抢手的哈。列支敦士登呢，一般有的升瑞士的深度之旅的时阵呢，拢会顺抓驶到列支敦士登这个所在来。这个地形狭长的小国呢，在离开奥地利到瑞士敦士登呢，或者从瑞士到瑞士敦士登呢，拢会使搞吼。这个国境出境到入境呢，总共只要花30分钟，你就使入这个国家出这个国家吼。所以呢，他们家呢，国民的平均生产值呢，你敢知影？世界排名第1名就是列支敦士登啊。小小的国家，你说人家这么小的国家，人家可以，为什么台湾不行啊？不一样啊，民族性不同啊，国家环境不同啊。它夹在2个高收入的地方，一个是瑞士，一个是奥地利哈，它也不可能太贫穷嘛。所以呢，你的路上发觉这些人哦，你搞不清楚这是瑞士还是瑞士敦士登呢？但是呢，在这边你可以确定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这边每一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快乐的笑容。想一想啊，我们台湾真有露出那么多的笑容吗？在瑞士，很多的小朋友
放学的时候，你看到他们不是每天埋头苦干补习，不是考试，他们是什么？过着什么？过着小学生该有的自然环境的生活。所以每一个人看起来呢，都是这个满脸的笑容哦。这个是邮局哦，他这边的邮局是非常非常的有名哈。那所以呢，列支敦士登可以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一个国家。当今来的呢，你也在感受到，想一想，台湾呢，天天的新闻在报，每一两岸的问题，中国大陆跟台湾这今两个问题呢，永远哦，奇怪，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看到这个事情，有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哈。这种问题天天烦恼，那有什么好烦恼的哈？有时候觉得很感慨，我自己就想了，这个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瑞士以前这么贫穷，100年后变成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对不对哈？中国换了那么多朝代哦，你想想看，欧洲以前分裂那么多国家，历史啊，不是我们这一刻所能够去了解的哈。纵使我们不能够了解，我们应该也要很快乐的去过生活，不应该每天为了一些很多的鸡毛蒜皮的事情呢，那些事情去让自己的生活不开心嘛，对不对哈？不是小王要谈政治哈，小王不谈政治哈，只是有时候会希望，看到人家外国也可以希望自己台湾的人过得非常快乐，而不是被一些人云亦云啊，或者是媒体所操弄着哈，让自己每天生活在不快乐当中哦。生活是很苦短的哈。来这里所在叫做邮票博物馆哈，列支敦士登，它一样跟台湾被称为蝴蝶王国一样哈，列支敦士登也几乎变成邮票的代名词呢。列支敦士登在1912年才开始发展自己的邮票，在此之前呢，也都依赖这个奥匈帝国的邮政体系哈。这个邮政体系讲起来又很长了，从英国要开始讲起哈。那列支敦士登的邮票制造非常的严谨，加上以本地艺术家的独特的创意呢，使得发行来自于列支敦士登的邮票，渐渐的变成国际上集邮者这个重要的集邮一个邮票的国家。当时呢，阿北跻身富裕国家之列的列支敦士登来讲呢，集邮票制造这个收入呢，变成这个小小国家重要的收入来源哦。随着电子邮件跟什么 email 啦 ，email 的普及，邮票的地位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哦。但是哈，对集邮者来讲哦，列支敦士登的邮票依然是他们心中的宝贝。日新月异的艺术风格，符合时事这个主题设计，超过了这个邮资本身的价值哈。邮票不贵哈，重点是那张邮票的设计哈。所以呢，但今嘛这个已经很少人寄信的时代当中呢，列支敦士登的邮票呢依然异军突起哈。那1930年代成立的列支敦士登的邮票博物馆哦，是世界上集邮迷非得来的地方不可哦。但今来对你也在看了分得非常清楚的这个展示方式。OK， 那这个镜头一转弯呢，我们又从了瑞士哈，慢慢的往回程开。我们现在来到了德国的另外一个大城，这个大城呢叫做什么？你也看到了，我们字幕上打的这个是德国的慕尼黑。来到慕尼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反应呢，你就会马上想到了 BMW 的历数啊，还有什么呢？当然德国还有这个 Mercedes-Benz 哈，啊，还有这个 Porsche。但是呢，咱今仔来到这个慕尼黑 BMW 引导了哈 ，BMW 的汽车展示中心就在这边，由4个圆柱形的建筑物组成的主要的 BMW 的办公大楼，还有 BMW 的展示中心。别讲到 BMW 的历史，就要回顾到传奇人物了啊。BMW 的创始者呢Friedrich Reich 啊 ，Rap 这类人呢。这位人家把他说为天才创办人了哈，在1913年的时候呢，便将慕尼黑近郊的一家脚踏车的工厂改建为飞机引擎的工厂哦，命名为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哦。BMW 上早的时阵你看 BMW 走过75个年头哈，BMW 最早的时候是生产飞机引擎。开始闻名德国的南部巴伐利亚省哦，那奠定了日后 BMW 的车款性能
兼具的风格这个是3系列这个是 BMW 的 Autobahn 我再看看婉婷懂不懂 BMW 从他拍的车款就可以知道他懂不懂 BMW 对这个生产飞机引擎转战到哪边呢？转战到什么 Autobahn 1913年成立的这个 BMW 的创办者呢，发明了这一个机械航空工厂制造飞机那这个飞机料呢，后来呢，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呢，身为军用品供应商的 BMW 在慕尼黑的近郊设置了大型的工厂，替军方制造飞机的引擎后来变成一个上市公司那上市公司的时候呢，是在1918年的8月13号。所以呢，1918年8月13号的变成伊的生日的day那当时的 BMW 呢，创厂日啦那所以真侪人唔知道，以为 BMW 是做车其实唔是，之前是做飞行机的那后来呢，以第一个生产的营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呢，根据这个凡尔赛的条约规定，德国的境内禁止制造什么飞机。严重的打击正在成长当中的德国航空工业，迫使 BMW 转型变成什么？制作自动器发展机车用的引擎，所以大家都看到家的机车Autobahn BMW 第二行就是做啥？就是做 Autobahn所以呢，你要看对婉婷的翕就知道婉婷对车不太了解这个有很多车子的特色他没拍出来没关系，但是因为我们来到博物馆大致上让大家扫一下 BMW所以呢 ，BMW 在1920年呢，它就设计生产第一具 BMW 的机车引擎将原本是飞机用排气量500cc 的引擎呢，移植到Autobahn宾馆，推展出 BMW 的第一辆机车 R32所以这传动轴呢，用这个轴的传动设计设计出来这个 BMW 的特色那时至今日呢，还可以看得到 BMW 的机车上面都可以看得到轴传动的这个设计那当然了这个 BMW 特别设计了在油箱两侧呢镶入如飞机螺旋桨转动时的厂徽，所以这就是 BMW 的 mark 的由来像那一个蓝白安尼加底下一个颜色那就是飞机的转动的这个 mark 所以伊的 mark 设计是安尼来那后来呢？慢慢呢，对天顶转战到2轮的了，成功了，BMW 下一步就是行上啥货？行上这个制造汽车。1925年开始 BMW 的造车当时呢，伊做出世界上你甲看咱婉婷翕的拢是现代车但博物馆内底你可以看到 BMW 也是世上第一台轿车跑最快的轿车，也就在博物馆里面那这当时呢，它设计出来的轿车呢，还经过赛车阿尔卑斯山的主要道路呢，巡回赛得到了冠军所以呢 ，BMW 它也奠定了它汽车生产的这个地位这也就是 BMW 所生产出来的，而且一刚开始它在首度车子上面用的呢，就是用了这个人讲的臀形的水箱护罩，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看看竞拍 BMW 的 Mark 蓝白那个就是飞机转动还 pedal 哒哒哒哒哒哒那种这是它的 Mark 的由来你了解不简简单单讲一下 BMW 不然讲完也太那个了讲到这样子其实呢我也没买 BMW。很多人会讲说，来到 BMW 我们刚刚那一段音乐是婉婷特别放出来，被我打开听这个意义在哪边呢？请你们慢慢去体会这一个 BMW 呢，不是 BMW 很多人说来慕尼黑呢，小王来慕尼黑有一定爱买物件无？有是什么？就是都看来 BMW 一定爱买好不必买啦看你能不能买的啦。玛利亚广场是德国慕尼黑市中心的一座广场在1158年就已经建立在这个地方了这里还可以看得到市政厅 City Hall 这里的中情
每年吸引数百万的游客呢来到这个玛利亚广场，还有它的 City Heart 然后呢，还有这个玛利亚广场上面的圆柱它多兰垮的它的圆柱修建在1638年呢，当时庆祝赶走瑞典人的军事占领然后呢，这个圆柱上面呢还有4座青铜雕像但是奇怪呢，我们的婉婷并没有特别去拍那一个青铜雕像，希望他等一下会绕回来再拍摄那这里呢还可以看得到他的圣母教堂圣母教堂。那在玛利亚广场呢，就我说的，在1158年开始呢形成了那在这里面呢也可以看得到这个它就跟新市政厅的这一个设计不太一样慕尼黑的圣母玛利亚双塔成为这个天际这附近有一个圣伯多禄教堂跟南京巴款的这个慕尼黑的圣母教堂呢，它有这个双塔，是在这一个慕尼黑的这个玛丽安广场，也算是慕尼黑该个城市天际线最独特的特征其中之类。而玛利亚广场也是慕尼黑来这边旅游呢，你一定爱来摄其中一个广场那我们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得到慕尼黑的旧市政厅跟新市政厅这个新旧市政厅的钟楼，这一个钟楼也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新市政厅的钟寝呢，这个呢受到这个锦标赛的启发呢所以这个玛利亚广场的这个新市政厅呢，这绝对是来到这一个玛丽安广场最重要的一个景点就是我都讲的这个旗津厅这个旗津厅呢，钟楼是最有名的地方那我们刚刚从这个慕尼黑的圣母教堂这一个走出来当时也是现在目前市中心最高的一个主教堂。走出来到玛利亚广场跟卡尔广场之间，这里有很多的步行区和商店，还有这一个最有名的钟楼。这个钟楼呢，新哥德式的建筑呢，建造在1900年左右有100档的历史这个关塔真特殊的是足少欧洲的关塔会使坐电梯。我跟你讲，这个关塔是会使坐电梯的这顶管冇人偶时钟，咱都有看到每天11點、12點、5點到9點，拢有演出真的是時間有拄好拄到的時陣，嘿嘿，你就會在當家看到這個人偶出來，當他寫玲珑那這個人偶時鐘也是這個瑪麗安廣場在慕尼黑的新市政廳鐘樓最主要的一個特色之一然後呢，很多人說呢，要不要爬上這個鐘樓呢？我告訴你鐘樓反而不用爬上去可以爬上聖彼得教堂為什麼？因為呢，這一個聖彼得教堂呢，背起的料你還可以拍得到這一個漂亮的市政廳那在這裡呢，哇，真的如果有時間可以爬上去上面呢，真的要上去上面看一下這個非常漂亮的這一個瑪麗安廣場還對頂管貼不來那我這個時間花個2歐走到上面去呢，從上面整個拍下來，瑪麗安廣場才會是最漂亮的一個畫面這個每年也吸引非常多的觀光客來到慕尼黑，是一定愛被去里看的所在全德國人口第3大城市，這個第3大的城市呢，僅次於哪邊呢？柏林跟漢堡。很多人說法蘭克福不是法蘭克福是一個商業城市它不是它的首都它也不是最多人口的
来，真侪人来到这个德国的纽伦堡呢，你第一个想到是什么啊？纽伦堡有一个叫大审不是那个大妈是审判这后面有时间我会讲给大家听纽伦堡在很多人的眼中是2次世界大战时审判纳粹战犯的纽伦堡最有名的大审。纽伦堡的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纽伦堡是一个最具古朴风味，同时拥有小城浪漫的风情。这个德国拥有50万人口的大城市50万人口就算大城市是在欧洲是是德国最古色古香的老房子。有没有看到老城市看得到这个标准的德式建筑那纽伦堡呢，留有中世纪的城墙那对这个城墙来个行里面这个城墙长达了5公里环绕整个纽伦堡城市这个纽伦堡外面的城墙就像它的屏障一样，保护着当时纽伦堡的安全，也记录着纽伦堡的历史遗迹。今麦纽伦堡是在2次大战之后的废墟当中再重新建立起来的，因为当时为了轰炸德国纳粹，很多德国的地方呢都被联军轰炸掉了。在2次大战之前，纽伦堡内拥有无数的半木造屋，拥有最纯正的德国的风味，堪称德国东西上盖水的城市。但是也因为它拥有的德国风味，就被当时的纳粹政府拿来做样板城，很多次在这边举行大型的庆典。2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后期呢，纽伦堡遭到全面性的轰炸，规个城市呢几乎就这变成了这个长瓦废墟经过后边的人的这个重新的建造，才有恢复了原貌。所以呢，你今天走进纽伦堡的街上呢，会有一种进入时光隧道的感觉，也可以看得到路上很多的这一种艺术雕刻作品我们现在所看到纽伦堡真侪古城区这建筑呢，其实都是后来起起来好像回到了2次大战前的时光一样所以当这个所在呢，今嘛嘛是变成德国一个真有名的餐厅来到纽伦堡来旅游这个相当值得一游的城市纽伦堡是巴伐利亚邦的第2大城在这个地方呢，当然除了可以看看这些呢，也可以吃吃看我说过了，来德国呢，其实可以吃吃它的香肠还有呢，若是你在 Christmas 之前来到纽伦堡呢，可以看得到德国最大最热闹的 Christmas 的市集，就在这个地方纽伦堡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德国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古城墙哇，多少陶景无共这一个古城墙呢，在这整个延绵的几公里呢，是进来这个在这个德国纽伦堡里面呢，唯一当时保护它的一个地方很多人可能也不太了解德国其实呢，在这一个地方纽伦堡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一种德意式的东西的烘焙在这边出生。那在这个地方呢，非常多的皇帝就在这边诞生跟居住的城市呢，所以这个城市呢，拥有在德国算是非常具有历史气息。这里也是当时以前德国玩具的制造中心，所以这个所在又被称为欧洲的玩具都城这个来对今晚呢，各有这个玩具博物馆，还有呢，收尾郎宫殿纽伦堡，想到了古城墙之外呢，再来就是它的圣诞市集啦这圣诞市集呢是德国历史最悠久的地方那这个我们来到这边呢，我们也就是必须讲到所谓的纽伦堡大审因为2战之前呢，这里是纳粹每年举行大会的地方，也是反犹太法案。当时的犹太人被屠杀的反犹太法案，这一个东西呢，这个法案呢，也是在纽伦堡所产生出来的那纽伦堡大审判呢，60年前可以说是纳粹的末日今天纽伦堡是德国南部这个平静的城市，你知道吗？德国这个国家，他为了纳粹他付出了多少代价？他赔款赔到现在而且这个国家呢，他也很厉害他从来不忌讳去面对他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他把以前的错误呢，当作是什么？当作是这一个他们的历史教训呢，让自己呢永远不要再犯
60年前，1945年的11月20号，历史上的第一个国际法庭——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到纽伦堡开庭。当时被同盟国认为主要战犯当中的21个人呢、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哦，包括这种纳粹这个主帅希特勒的副手哦，拢杀开来哦。经过200几天的这个审判哦，最终有18个人哦被以战争罪跟这个反人类罪哈、有几个人被判处了死刑。那对德国来说，纽伦堡的审判是黑暗历史的结束，也是纳粹对过去跟现在的德国产生划清界限的开始。所以德意志民主就是德国开始从这个时候呢，重新再来哈。那这个给正义一个机会啦。二战临近结束的时候呢，罪孽深重的纳粹分子呢，在同盟国当中引起争裂，有人主张活埋，有人主张的没判过了的给处决了哈，主张进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审判，获得了胜利哈，让法律还是让人服罪啊。这个在现在哈，在台湾的看起来，在台湾哈，真的哈，我们台湾的这个法律呢，必须多跟国外学习哈。这个你看人家以前呢，就算在审判纳粹的时候呢，都是要公平公正的。台湾真的还在搞用那种自由新政太离谱了哈。赞了，你看赞了哈。来，今晚我看到不？这一个我们绕过来哈，在这一个看到的这一个教堂哈顶端啊哈，这一个是哪里呢？这一个教堂呢叫做圣母堂哈。这个正上方呢有一个时钟，每天中午也会有报时秀。身穿红衣服的帝后皇帝啦，会出来洗玲珑哦，所以我讲这个时候才出真侪这个皇帝的安尼哦。那圣母堂的内部呢，其实呢是为了悼念惨遭杀害的德国犹太人而兴建哦。这个圣母堂才是真正值得应该要进去拍的地方哦。教堂内部有非常多的雕刻，有非常多的画作，还有美丽的彩绘玻璃哦。你一定要进到圣母堂里面，你才可以感受得到哈。这里面当时他们为了悼念被杀害的犹太人所纪念的这一个雕刻作品在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到还可以体会到当时圣母堂这么多人为了这种它包括后面还有一个圣母大教堂，还有一个美泉这规个所在呢是纽伦堡的市中心这它的一个核心所在，所以基本进来的呢，咱得在感受的圣母大教堂。当时的那种感觉，1355年到1358年建造，当时的罗马帝王查理4世统治的时期呢，这里有一座犹太人的教堂，因为犹太人当时遭到大屠杀，所以高等也被毁掉，所以后来再来盖这个圣母大教堂，它是当时的第一座哥特式的教堂，也是罗马帝王当时做礼拜的地方。据推测，当时的建筑家呢，是由这个 Peter 所设计的为什么说据推测呢？因为他们就加在这个设计家建筑师，其实到后来都不可考了那纽伦堡的地标呢是凯撒堡，凯撒堡是它的皇家城堡了所有神圣的罗马帝国帝王拢他们家出席，他们家登基，他们家居住过，所以让盖公德国中世纪最重要的皇家城堡之一就在纽伦堡。所以纽伦堡呢还有一个凯撒堡当然那后边可能得给它告下去我们现在先来到了这个圣母教堂，而这个圣母教堂的前面还可以看得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叫做美泉一个八角形的尖塔你在当然那万天的招一翕这个哇，那个耶稣有没有看到这个我们看看纽伦堡美丽的圣母教堂。
这个所在叫做主教宫，这里是乌兹堡，乌兹堡哦。这一个乌兹堡呢，其实盛喜我当时第一次来德国所进入的第一个让我觉得最震撼的地方 ，Romantic 大道呢，德国最经典的观光路线的起点，就从乌兹堡的宫殿开始哈，一直到最后面的阿尔卑斯山的夫省新天鹅堡，全长350公里。总共有26个城镇，而这一个罗曼蒂克大道的起头就是乌兹堡。那乌兹堡的主教宫被誉为最宏伟巴洛克式建筑的乌兹堡主教宫，就是这里所在咱这么看的这个对外靠看呢，比对内底看更加水啊。因为这主教宫呢，这种震撼呢，这种巴洛克式的建筑呢，就从这个地方开展出来哈。所以呢，它被号称德国境内最美丽的巴洛克式城市，而且呢，它旁边也有这个缅因河贯穿的龟耶峡溪哈，建在这个旧城区对岸山上的玛丽恩堡要塞哈，还有这里还有圣母礼拜堂，还有来自爱尔兰被这个处刑的殉教的圣人建的这个圣齐里安大教堂啊，这拢是上盖有名的乌兹堡。这个景点上盖有名的，咱今嘛看的这个世界遗产华丽宫殿的这个主教宫哦。那这一个跟我们刚刚看到的主教宫，1981年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哦。它旁边有这个维也纳的美泉宫，还有这个巴黎的凡尔赛宫一样的，具有这个在欧洲列为3大宫了哦。那大家呢，可以看得到哈。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镜头已经很快速的来到了世纪广场哦，不然其实正准备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个主教宫。那乌兹堡一样在2战当中呢变成了断垣残壁如今看到的乌兹堡呢也是一样重建以后的城市样貌，他们都一样在哪里？在这个以前的时阵呢被这个打下来了把它整个毁坏掉了，所以呢，现在的乌兹堡你看到的也都是2战以后呢，所重建起来的东西，90%下来建筑物呢，几乎全部都被摧毁了乌兹堡被号称为缅因河上的坟墓，因为它当时是德国近来被轰炸最严重的城市其中一个，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乌兹堡它这里面不能像班堡一样，整个古城都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因为几乎都被炸光了了解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会觉得哇，这个地方还是很震撼其实它已经整个是重建起来的地方了那当然，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一个乌兹堡的世纪广场。这个世纪广场呢，当中可以看得到古城区里面许多具有特色的教堂呢，新教堂、圣母礼拜堂呢，都是在这个地方跨海地，而且还可以看到路面电车就在这个世纪广场上面跑。这个也就是它的轻轨电车这个轻轨电车其实在欧洲算是加方便的所在上下车非常非常的方便了，又不阻塞。
这个就是它的世纪广场。当地呢，你老都的西干第二时阵呢，你还可以看得到它在贩售这个蔬果啦，还有很多的咖啡座啦，在这个世纪广场上面呢都可以可以看得到然后这附近呢也有这一个我讲过世纪广场上面最有名的这一个教堂。新旧教堂啦 ，City Hut 啦，都在这边那也可以看得到这个广场上面有非常多的艺术品然后包含主教宫殿等等呢，主教宫殿广场规盘呢一并连在一起。其实乌兹别非常具有看头它这里的历史啊，它这里有很多的这一种教堂啊，这一种二战以后啦，和二战前所留下来的这一种特色都是值得我们在乌兹别的这一个地方呢，好好的看一下。而看到了，现在我们又慢慢的走到这个缅因河，叫美因河，也可以缅因、美因都可以这个是翻译名称音译的问题了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缅因桥这个缅因桥呢，桥上呢还有一个葡萄酒的守护圣人，叫做圣基里安。这个酿酒的历史呢，有1200多年的圣基里安呢，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酿葡萄酒酿出一个圣人这个也只有欧洲才见得到在缅因桥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圣玛丽安的要塞城堡，从老的缅因桥上面可以看得到这个要塞城堡但是是在另外一边婉婷转过去，另外一边就可以看得到它这个要塞城堡了劳民河上面才看得到的这个城堡建在1201年一直到1720年，历代的君主建在这一个玛丽安要塞城堡上面呢，居住在这个地方，历代的从大里下看到吗？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到了，它大一点它转过去就有拍到了这个就是城堡啦，然后呢，这一个也就是城堡下方就是这个坡腾，有没有看到它又转过来了这一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旧缅因桥上面可以看得到以前历代的这一个皇帝所居住的这个居所就在这个地方，而从另外一头过去呢，就是它的世纪广场然后葡萄酒的守护者等等在这边随着这一个镜头来到了乌兹堡，也代表了我们慢慢的要前往德国第3大城法兰克福也代表了这一趟我们的旅程呢就快要结束了这个德瑞呢带给我个人蛮强烈的这一种旅游的这种美好的回忆那现在我们来到了罗马人广场也来到了法兰克福罗马人之丘、罗马人广场都可以是法兰克福老城的中心，广场当中是正义女神的雕像，所有的观光客一定也来到家。有没有看到正义女神很多现在的法院，欧洲的法院前面都是用正义女神，你看它前面拿个天平秤，代表的是什么？这个法律要平等法律要平等的意思所以很多的法院前面都有正义女神环绕在德国中部最具有特色的历史建筑物就在这个罗马人广场。这当中最有名的是3栋3墙式的建筑，是法兰克福的市政厅，过去曾经是罗马人的这一个宅地，就是这里这3栋因而呢它被称为罗马 Rome，也被称为罗马人广场，也就是这3栋了。15世纪政府将这3栋连同其他楼房给背了来，变成了市政厅。地选这个所有的皇帝呢，在这里选出来之后呢，便一起来到市政厅当中的帝王厅来庆祝。前面的呢，这个有一个喷泉呢，这个喷泉呢，当时所喷出来的呢，并不是水，而是葡萄酒，叫做正义女神的喷泉。那拿着天平前面露胸代表是什么？公平、正义、无私的这一种化身。OK， 这里是法兰克福的罗马人之丘我看了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就快接近尾声了这一趟的德瑞之行呢，其实来的人数是 mini size 不管人数多，不管人数少，只要有你的参与，就可以创造出我们团体、我们节目的特色，让全台湾的观众朋友能够欣赏到这一次美丽的德瑞景色。不管任何一个人，当你们献出你们的那一次来参加我们的旅游，
我们永远都会很珍惜它，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感谢这道所有来参加的观众，也希望你们这一趟能够喜欢我们的德瑞之旅。现在我们来到了法兰克福的机场，准备回家了。再次感谢哦，感谢这道 mini size 的贵宾们，有你们的参与，让我们能够制造这一集喽。